好，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俄乌战争啊，现在就来看到在红军城啊，最近成了这个各国关注的焦点，因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现在已经算是接近尾声了。你看，现在我们都进入到秋天了，但现在呢，马上要看到的就是冬天的来临。好，乌军呢是成功守住了红军城啊，而且这一次呢，真的是被国际上在讨论的是呢，俄军是乌军的4倍之多的兵力，但是乌军还是把红军城给守住了。那么乌军的第25空降旅的副指挥官就表示说呢，今年的战斗非常激烈，乌军跟俄军呢是平分秋色啊，他们从地上打到天上。俄罗斯当然继续的加强兵力，那么也重新部署了第1487摩托化步兵团，发动一轮的进攻。那目前呢，在红军城这个战线这边呢，总共有16万俄军对上4万乌军啊，所以说是4倍之多。但乌克兰呢，靠着无人机战力呢，建筑出了一个3道战术防线，成功的守住了俄军的进攻啊。文佳老师，您觉得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红军城啊，也特别提到之前有讲到说红军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为什么4倍之多的兵力攻不下来？其实这可以显得出这个兵力多并不代表一定会胜因为包括几个层面，当然是后勤，还有情报，我们这样讲情报，还有精确火力跟他的这个防守的纵深是一个决战的这个关键是。那所谓的是我们讲这个补给跟这个后勤的脆弱，因为毕竟呢这个打了这么久你看这个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跟台湾的16倍，你看这么大的地方。然后这兵力撒出去根本看不到人，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大也是这个乌克兰它的一个优势那而且你看它远的话，它后勤补给就比较脆弱比较脆弱。第二个呢是因为乌军本身呢，它就是土生土长，它是和地形地貌跟地物，所以你有时候你要去像比如说小偷为什么去人家家比较难偷？因为呢，他不知道地形嘛，一定要去勘察的道理是这样，但是他却没有去前去勘察，因为他们已经这个重兵部署了嘛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他的这个我觉得16万部队呢，其实他如果大兵团直接的正面攻击呢，反而呢是会被防守方集中跟破坏所以我们看呢，以前我们记得这个那时候中日战争就提到的，为什么最后日本的本来3月黄华，为什么没有王华？因为呢，他也想要鲸吞。那没有鲸吞的，因为地方太大，对，所以呢，他如果这次用这么大的一个部队去那恐怕也会被一下就被搞掉，因为呢，毕竟人家你来，然后正面这伏击这些东西，造成呢你是很难去赢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乌克兰呢，他也用无人机他来这个构筑这个战略的防线跟抵抗攻势那当然无人机我们知道它又可以这个侦察，又可以做情报的一个部署。第二个呢，它可以协调火力打击，因为通过无人机呢来做一个协调打击。第三个呢是它的纵深的一个布置跟消耗。你看无人机来，它会消耗整个它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正规部队。是。那你刚刚讲的一个分层的一个防线设计其实这次乌军他用3层的防御设计，就是说不是靠一道的这个主力防线了，而是有一层一层的一个这个重层部署，这样子每一层都有自主的抵抗跟防守能力。如果你这个俄罗斯你打了一层，另外一层它又继续面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能够用这几个部署呢来达到利用它的这个强力的一个这个纵深防御，还有包括配合无人机，所以呢这一场战你哪怕有16万，你也很难去打败4万的一个乌军的一个局面。我光是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很震惊就是16万对上4万这个4倍之多的兵力。那刚刚这个文佳老师的分析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说原来红军城它并不是一个易守难攻，而是因为乌军的战术上或是战略上面奏效了，这个部分才使得它能够以寡去击众金哥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始终这个战争的变数很多，那数量呢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是呢，你说兵力数量多，你的后勤的压力也很重，这是相对的，所以没有1、2、3不赔，4、5、6通吃的。对，所以你都要权衡，看你就是说你有足够的兵力来做这个。而且你看这个俄罗斯最近不是前一阵子也开始又要一度征兵了那现在呢，为了要在战场上面呢扭转这个局势，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强化寻求外援
好，这个资料上面是这样的，说乌克兰的军事媒体啊 ，Defense Express 他们就爆出说，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呢开始配备了中国大陆浙江繁双科技所生产的一个民用雷达啊，它的代号是 FSTH 啊 LD02，那另外一个是 LD03这个系统。好 ，LD03的这个系统呢是采用数位天线阵列。那么使用的是机械方位扫描，它能够侦测到雷达截面积0.01平方公尺的目标，最大的探测距离啊可以达到15公里啊，它的距离误差是10公尺，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好，那这个 LD02的原理是相似的哈，那它的距离误差更是小，它只有5公尺。所以说，靖哥，我继续请教您好，那您觉得这个俄罗斯现在被报道说用中方的雷达技术，那能够去反制。刚刚特别提到，最近俄乌双方都是开始 PK 自己的无人机哈。对于这个在反制上或攻击上来讲，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帮助呢？首先，我必须要讲哦，这个我必须要批评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哦，就跟一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有任何人啊，什么科技产品卖给这个俄罗斯的，他就要到处去扣帽子。是，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浙江繁双科技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国家级的高级企业，而且它也是保密企业。它主要的合作对象是跟反恐有关的。你去看看它的这个外文网站，它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跟荷兰文，它的产品全世界在卖，而且呢，它的东西是没有列在这个输出管制的清单，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在军民两用科技的管制清单。对，因为它是保护什么？保护很多重要的历史古迹。怕被这个就是说低空的这个说宵巧入侵，保护某些这个就是像那个核能电厂是火力发电厂这些安全设施，所以它是反恐的利器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俄罗斯这个简直是它是反恐保安，等于说到处乱咬。我可以跟各位讲乌克兰人其实是一个讲话真的是非常不负责的国家。他曾经指控我们说是卖那个 PC 电脑。卖到俄罗斯如何如何？当年我在这个德国波昂大学开会，碰到一个乌克兰老兄，他就在那边信誓旦旦，好像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恶。我回头问他，瓦良格是谁卖给中共的？野牛级气垫团是谁卖给中共的？我说你先道歉，我再道歉。他有道歉吗？他没有，他在那边自古而言他，我连问他12次，对，最后论到大家都跟他讲，你赶快回答，你赶快回答。我就跟你讲，这个民族之无耻跟下三滥，这是本民族的传统。现在等于是这么乱扣，这个双帆科技大家可以去看的，那是公开资料嘛。它有没有是输出管制，对不对？它没有输出管制。我可以跟这边坦言，就是未来中国大陆有哪些武器还会卖？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只要在管制清单的都不会卖。但是呢，这个民用科技可以用在战场上，那太多了啊。步枪可能那个枪口会进沙尘买了一个保险套把它套上去那你要指控他保险套都不可以卖这个乌克兰吗？都不可以卖俄罗斯吗？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真的是要讲道理才对。没错，因为顺着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就会看到有张冠李戴之嫌而且您有这个切身的这是无限上纲现在对，所以。现在就看到说，因为像您刚刚提到嘛，因为在战场上面，其实他们就是像最近这个报道不是也讲说，拆开来之后呢，还特别指控连台湾都在内说这个无人机里面零件还有台湾的。OK， 那根据富比士杂志的报道说，因为乌克兰他们又对外表示说呢，现在在乌俄的战场上面呢，除了俄罗斯的军队，在俄罗斯军队里面还看到了除了北韩以外呢，还有多达25000名的古巴人，很快就可能会加入俄罗斯军队，变成俄军的外籍佣兵那古巴呢，也因此会取代北韩，成为俄军阵中最多人数外籍士兵的国家。英国电讯报就分析说呢，克林姆林宫另外也正在从非洲啦、拉丁美洲还有中亚来招募或者胁迫外籍人士来填补兵力上的空缺。那这些外籍士兵象征的恐怕不是只是单纯从人力来看也代表了俄罗斯、北韩、伊朗、委内瑞拉跟古巴要组成一个日益增长的军事联盟，让他们彼此可以共同的交换武器、技术，更重要的是实战经验。好，那黄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个
言之凿凿。《每日电讯报》不过我们常也看到他们的报道就是如此嘛，哈。3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实战经验，北韩当初要派兵去支援俄罗斯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交换意见，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提醒我，就是说在以色列跟埃及作战的时候，北韩的空军也有去支援过埃及。是，那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它是久训不战，因为韩战打完了以后，南北韩都没有真正的交锋，所以那个部队训练都两边的部队都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北韩部队因为其实他也不在乎国际的形象，所以有一部分的背景是。因为他想要借由别人的战争去训练自己部队，这是一个。第二个层次的就是，这次报道出来的说是什么25000人啊，那古巴，那它的性质跟北韩派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反而古巴这种再加上一大堆其他国家的名字，我们可以上纲到说分析，哇，会有一个这个 axis of upheavals 啊，动乱者。轴心啊，要开始背靠背变成一个同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家赚钱了啊，有只要有打仗，就有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然后呢，所以找佣兵的几率啊，你25000古巴，我不相信。但是你去说招募啊，去找一堆啊这个不怕死的或想赚钱的人，去帮俄罗斯打仗，这个反而是有可能。那第3个层次，古巴政府现在自己也没有承认啊。那所以这个新闻报道，那乌克兰也放话，那乌克兰也讲话有没有信用？刚刚我们张老师也说了，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如果以台湾的观众来讲的话，我觉得反倒是要看俄罗斯自己的躲避兵役跟逃兵的问题。乌克兰不也有一个国际军团吗？对不对？是啊，你知道大哥不要说二哥，都是差不多。只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